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关于信越7921和霍尼韦尔7950的一个真假如何辨别的视频啊。就是因为这种工业品的这种分装啊，就是全靠商家自律，所以天然呢就会让大家产生很多的疑问，尤其是这个信越7921的这个真假的问题啊，可能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可能喜欢电脑 DIY 的朋友啊，都多少都知道啊。但是最近呢，就是说除了这个7921真不真，然后这个7950最近我们这客服这边也经常会收到，就是说保不保真的这种问题了。所以我认为呢，有必要做一个视频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甚至我在这个了解调查的过程中啊，我自己都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啊。下面呢，听我给大家絮叨絮叨。我们先说一下这个7921真假的这个问题啊，就是7921这个东西啊，在市场上已经好多年了啊。这个喜欢 DIY 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乌烟瘴气、乌七八糟，这个市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啊。之前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啊，通过干不干这个点来判断7921的真假，因为7921是比较难涂的，也比较干一些啊，比起普通的硅脂来说。但是到现在，如果还是单纯的通过干不干这个点来判断真假的话，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了。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商家嘛，也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仿品啊，就是这种仿品的这个7921高仿的这种7921，它的干燥程度已经做到了和7921近似。它甚至比7921还要干，这个点已经不能作为判断7921真假的唯一的依据了啊。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两个点，我是怎么判断7921的真假的。第一个呢，就是7921这个东西啊，就是正品的这个7921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类似于矛盾体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它非常的干，不好涂，不粘芯片。但是又除了芯片，好像哪儿都粘。在这之外，它甚至还有点像这个非牛顿流体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它非常的拉丝啊，当然少的时候你是测不出来了，来一大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非常的拉丝，它的这个延展性非常的好啊，这可能跟信越自己的这个配方和填料的这个细腻程度有关啊。但是这种仿品的7921就不行了，然后它的这个延展性是非常差的啊，就是它虽然干的一大坨，但是你一挑起来那真就是一坨，它自己不会去延展开，所以通过这个点来判断7921的真假是相对比较准确的，因为你既让它做到又干，又不容易粘芯片，然后还容易拉丝，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认为啊。还有一个我判断7921真假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味道。对，7921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这种化学品的味道啊，就是这个味道呢还不太好描述出来，因为味道这个东西不太好描述啊。它呢和7868也不一样，和陶溪的5888之类的也不一样，和霍尼韦尔的呢也不一样，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味道。当然，作为个人买家，如果你只买了这个1克2克的话，可能也不太好闻出来，因为这个味道没有那么浓厚啊，得一大罐然后使劲闻才能比较冲一些，比较重一些啊，少了不太好闻。但是这种仿品的7921，它是没有这种上头的这种味道的啊，它是一种甜乎乎的。一般来说啊，好像我收到这几个，反正都是甜乎乎的一种味道啊，差异呢会非常大，甚至包括像我们库房的小妹啊，闻味道，然后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当然，7921这个假货问题呢，今天我分享这两个知识点呢，可能对你一次买的稍微多一点的时候啊，作为判断呢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太少了也不太好判断啊。当然我呢，作为一个多年的这个 DIY 爱好者啊，就是能够从事到这个行业中，把这个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结合到一起啊，感觉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呢一直是坚守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东西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霍尼韦尔7950的这个真假的问题啊，就是从20年吧，20年我们下半年做了那个关于霍尼韦尔这个相面化材料的这个视频之后啊，就是讨论了关于笔记本电脑 CPU 上的这个硅脂流失的问题之后啊，并且同步呢我们开始销售这个产品之后。慢慢的就是网上有了各种各样的反馈和回复啊，然后网友们经过了1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测试验证之后，网上各种的评论反馈都出来，然后慢慢的这个材料呢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之后，然后现在呢就是各路商家也都开始做这个型号了啊，包括某宝、某多甚至某东，当然这个呢本无可厚非，竞争嘛，最终受益的可能还是消费者，方便的也是大家。但是最近啊，就是我们客服这边啊也经常接到关于7950是否保真的这个问题啊，就感觉回到了7921时代一样啊。下面呢，我来说一下，就是我是如何对这些东西呢进行一个分辨的啊。首先，我们说相面导热膏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颜色，因为相面导热膏这个东西啊，它分装出来之后啊，黏糊糊的一坨，你是很难去分辨它的这个真假的啊。作为霍尼韦尔作为一个国际大厂，虽然是国际大厂，但是作为这种导热材料这种东西啊，可能在不同的批次上颜色会有略微的差异。
但是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不可能有本质的区别啊。这次特别浅，下次特别深，这个不会。所以我把买来这些相面导热膏呢，挨个在我这个桌子上涂了一遍之后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颜色之后，我就感觉非常的迷幻，颜色差异确实有点大。甚至有一个相面导热膏啊，已经2天了，它还不干，它还是黏糊糊的状态，就很迷幻啊。本来我还说把这些相面材料呢做一个上机测试对比，但是看到这个迷幻的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也没心情去测了。当然，作为一个商家，如果我去测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大家也不信。所以我们最主观的这个颜色仅供大家参考。由于我涂出来这些7950的颜色各异啊，差异非常大，我呢也几度陷入迷惑。经过我的咨询了解之后啊，甚至呢我在某个商家的这个标签里头，他晒的标签里头，我又发现了一种被我忽略的材料啊 ，PTM7000。目前呢，霍尼韦尔 PTM7000这个系列的产品里头有3个产品啊，分别是7000、7900和7950，它们的导热率呢分别是6.5、8和8.5。怕我空口白说大家不信，然后我呢特意买来了一罐，对，就是这个 PTM7000 SP 还有同款的片儿。当然由于这种工业品呢都需要订货的啊，7000 SP 正好有货，所以我就买来了一罐。这个片儿装的呢，我暂时还没有买到。确实是有这个型号的啊，并且经过我的测试呢，它的性能和7921几乎一样。就是7000这个东西啊，它在工业领域用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一些激光模块啊、什么 IGBT 啊等等的啊。可能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啊，这个7000 SP 已经在我们店铺上架了，欢迎呢有兴趣的朋友吧，然后可以买回去测试对比一下。如果是用量非常大的话呢，这个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说7950相面片啊，相面片的这个标签和颜色，我是如何来进行辨别的。首先第一个呢，看标签。霍尼韦尔的商标呢是这样的，商标局注册的这个商标啊，它这个 Y 非常有特色的，有一个勾啊。但是网上这些标签呢，五花八门啊，就是有的我感觉就是黑体字啊。经过我咨询霍尼的代理商啊，就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啊。可能霍尼韦尔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然后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个印刷的这个标准。但是黑体就有点过分了，是不是？甚至呢，我翻出来我2年以前的这个霍尼韦尔的样品啊，它这个标签上呢也是有一个很特色的这个 Y 的勾啊，和商标局注册的这个商标是一样的。其实我想不太通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正没有问题的话，那没有必要去搞这个标签，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说你这东西不正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晒一个真图呢？反而用一个这种明显是自己做的这种标签来进行晒图，然后这样的感觉就，我不太理解啊，我不太理解。当然我们这期视频出来之后啊，会不会以后全网都是这个霍尼韦尔这个正版的这标签了啊？就是这个标签上这个字体正不正已经无法再作为判断依据了。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个膜的颜色。我从网上买这些7950啊，它都是这种蓝膜，和我们2年前拍视频的时候用到那块7900的膜的颜色非常的接近啊，几乎一样吧。然后我呢又跑去咨询了这个代理商。他给我的结论呢是不是霍尼韦尔全球化生产，所以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其实这个膜的颜色啊，不管是蓝膜还是透明膜，只要是真的7950的话，本身是无所谓的啊。最后呢，我们再说个题外话吧，就是关于这个厚度问题。网上现在销售的这个7950啊，有0.2厚的，有0.25毫米厚的。然后很多小伙伴呢就跑过来问我们，这个0.2厚的是真的还是0.25厚的是真的？包括我买来这些蓝膜的这个7950啊，它们的厚度也都是不一样的啊，有标0.2的，有标0.25的。所以这个厚度啊，它不是判断真假的一个依据。各个厂家，包括莱尔德，包括国内的一些厂家，他们的相面片大概也都是0.2、0.25、0.3这种常用的。不管是这个0.2也好，还是0.25也好，在实际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啊，散热器和芯片充分压紧之后，这个厚度间隙大概是在0.05毫米左右，甚至更薄。如果说你的散热器和芯片根本就压不紧的话，那你贴什么东西也不行啊。所以啊，这个0.2毫米啊，已经是一个非常厚的厚度了。当然，你用0.25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有的商家呢，用这张所谓的官方参数表上的这个.25呢，来标榜只有0.25毫米厚才是正品。这其实是错误的，而且呢，0.25毫米也不是一张所谓的普通 A4 纸的厚度。还有很多家呢，把这个表呢当成一个官方的参数表来进行宣传，其实也是不正确的啊。这里有一个小秘密吧，其实这个表呢根本就不是官方的一个参数表，只是国内的代理商自己做的一个分项的参数表。国内的代理商呢，为了宣传方面呢，自己做了一些分项的参数表啊，以方便去做营销、做推广嘛。结果呢，在做的过程中呢，就出现了笔误。霍尼韦尔官方的这个参数表呢，其实只有1页，真的就只有1页
其实退100步来说啊，如果官方真的是想把这个表写成0.25毫米厚的话，也应该写成0.25，不应该写成0.25啊。这个0.25明显是一个笔误嘛。好了，前面呢给大家絮叨了这么多之后啊，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不太好解释清楚。可能呢，这个相面化材料天然呢，它在这个裸呆这个芯片上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即便是等级低一些的相面化材料呢，在笔记本上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笔记本本身的这个散热差异设计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前提下啊。但是呢，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比如呢，过一段时间我们店铺也会引进一款这个国产的相面化材料，它的性能也是非常的出众，不输霍尼韦尔的7950。对了，这里呢郑重声明一点啊，我们的店铺名呢是极客温控，一字不差的4个字，极客温控。如果大家认可我们的话，希望大家不要找错了门啊，被那些仿冒图片甚至仿冒名字的所误导，然后最后呢又来找我们说我们的东西怎么样啊，这样就有点尴尬了。我们呢依然会坚持我们的本心，坚持呢只做正品，做这种分装材料的这种销售啊，我相信只有通过口碑呢才能获得大家更多的认可，才能良性循环。坚决呢不会去做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啊。如果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呢，欢迎来我们库房呢参观监督，剩下呢就交给时间来进行验证吧。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